无量空处被适应破解，伏黑会的灵魂再次现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本期我们接着来讲咒术回战第230话。上回说到，五条悟利用和宿傩展开领域的时间差，终于用无量空处打中了宿傩。但正准备动手时，翼龙神将摩须罗登场，一拳便轰碎了领域。透过直播画面，众人也看到了摩须罗的全貌。明明掀起了刘海，认出的那是禅院家的秘宝，拥有这能适应一切能力的最强式神。虎杖几人也眉头紧锁，没想到竟然连无量空处都被其适应了吗？视角回到主战场，因为摩须罗的突然出现，让对决再次陷入僵局。站在摩须罗身下，宿傩胸口处的伤正在被反转术士治愈。宿傩身经百战，在之前与万的对决里，就通过顶着摩须罗的头饰转嫁了其适应能力，从而看破了万的构筑术士，将其击败。而如今在与五条悟的5次领域对抗中，他同样如此。其实他一直都没有抵消无量空处对他自身的必中效果，而是以承受了5次无量空处为代价，将适应之力再次进行了转嫁。转嫁之人，五条悟当然也猜到了，0.01秒的时间就适应无量空处，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更别说那摩须罗是在之后才显现的，所以并不是宿傩自己转嫁了适应，而是转给了伏黑会的灵魂。摩须罗的身影渐渐沉入影子里，宿傩走向了五条悟，说道：“看来你是有话要对我说呀。”“没有啊，只是你比我想的还要拼命，真是令人高兴。”“哼，倒也比不上你。你那无量空处我一直都觉得棘手，所以得先让你没办法使用那招。我在领域内没有使用斩炎的空隙，都在用引法术把适应转嫁到伏黑会身上，也因此我才没法用赋予在领域之外的术士。好，但你转嫁的终究只是那适应的过程，并非结果吧？所以并不是你或者会的灵魂本身适应了无量空处。我要是再展开领域，你还是只能放出摩须罗来。但这一次，我会直接秒了他。”呵呵，宿傩竟然轻声笑了起来。“你已经无法再展开领域了。”果真如宿傩所言，刚将展开领域的五条悟脑内一阵刺痛，口鼻也溢出了血。这一幕给直播间的众人吓了一跳，一股是瞪大了眼，那不好的预感难道要成真了吗？五条悟突然出现的状况，宿傩给出了解释：术士都刻在人的右脑前额叶皮层，五条悟用反转术士来修复熔断的办法，是用咒力强行破坏大脑，再用反转术士治愈，以此来重置熔断的术士。这种极端的行为损耗可是相当大的。一股恍然大悟，表示那种办法风险也太高了吧。日下部更是直言道：“和术士关联的大脑一直是处在未知之中，不是你想治就能治好的。”虎杖两兄弟也眉头紧锁，要知道那每一次都是在死亡边缘游走，更何况这已经是第5次了。了解五条过去的萧子说道：“虽然五条对治愈大脑很熟练了，但还是出现了后遗症嘛。而宿傩应该是使用次数较少，比五条状况要好很多。”回到另一边，宿傩还在说着：“已经到极限了吧？就算你成功展开了领域，不是当场毙命，也无法达到能对抗我的程度。接下来我会封锁领域的结界，你那无限也乖乖等着被我适应吧。”说话间，宿傩头顶又浮现出摩须罗的头饰，结印便准备释放领域。“再见了，最强，你只不过是生在了没有我的时代，一介凡夫罢了。”领域展开，伏魔玉厨子。可令人意外的是，玉厨子还没展开呢，就轰然炸裂，血液从宿傩眼鼻里溢出，和此前的五条悟如出一辙。直播间众人又被震惊到了，这反转也来得太快了。没错，宿傩所承受的无量空处最长也不过10秒，但即便如此，他的大脑也和五条悟一样，受到了没办法再展开领域的伤害。这次换五条悟耻笑道：“哈哈哈，这不是很有效吗？我的学生们可都在看着呢，还要多耍会儿帅才行啊！”话音落下，五条悟的拳头便砸在了宿傩脸上。这一次双方是真没法子展开领域了，最强剑的决斗正式进入第2回合。在这一刻，万曾经告诉宿傩的话再次浮上心头，绝对的强者因此而产生的孤独，交给你爱的人将会是。好了，到这里就是这次回战第230话的全部内容了。谁也没想到，宿傩破解无量空处的办法，竟然是将摩须罗的适应之力转嫁到了伏黑身上，替摩须罗承受了无量空处的适应过程，才得以让摩须罗仅用了0.01秒就完成了适应。五条悟和宿傩如今都伤到了脑子，没办法展开领域了，那之后的大战就有的玩了。加上本话末尾再次出现万的话，不禁让我回想起万似乎还留给了宿傩一套液体金属，难道下一话要展开体术间的对决了吗？好了，那么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。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见。